大家好啊，欢迎观看我们新一集的《钢铁雄心4》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重建民主主义的德国。我们还是要召集国防军打赢内战才行。希特勒的统治必须结束，他打算通过重新军事化莱茵兰来挑衅西方列强。我们需要在国防军忠诚分子的帮助下夺取政权，并团结德国人民反对他。到了1936年3月11日，德国内战正式开始。那么现在是时候再一次把纳粹赶出祖国了。好的，那么到了1936年7月15日，德国内战终于结束，现在是时候重建国家了。到了1936年9月6日，现在是时候选择向君主制妥协了。为我们摆脱纳粹暴动而战斗的部队有明显的保皇倾向，为了确保他们对国家采取的道路感到满意，我们必须做出妥协，并让君主制回归。但是君主再也不能独断专行了。接下来我们继续选择自由选举，我们将通过重建自由选举来恢复民主理想，并在不久的将来举行大选。35天后，我们也完成了重建自由选举的国策。现在我们的国号变成了德意志王国，但国旗已经变成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黑红金三色旗。接下来我们选择重新批准洛加诺条约。洛加诺条约于1925年签署，协约国曾经尝试和我们正常化关系，同时确保欧洲的领土完整。虽然它被视为是我们的压迫，但很明显，撤销希特勒反对他的错误是最好的选择。下一个继续选择提供贸易提案。资源丰富的国家有很多，与他们开展贸易将非常有利可图。因此，与我们西方的邻居签订贸易协议，将能够使我们获得丰富的资源，来推动我们的工业发展。下一个继续选择法德条约。随着我们最近和法国的关系正常化，明智的选择是深化我们的关系，并正式建立友谊和互助条约，共同对抗东方的苏联。在完成了法德条约的外交国策之后，接下来是时候来处理一下我们因内战而变得千疮百孔的经济了。这一次还是选择经济增长优先，等我们把经济的国策点得差不多之后，我们再回来。到了1938年2月13日，随着我们完成了工人权利的国策，经济改革的国策暂时选择的就差不多了。至于其他的国策呢，还要等等才能够继续下去。接下来选择世界政治，除非我们恢复了我们的全球性帝国，或者在原来的位置上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否则我们不会被认真视为一个大国。因此，我们必须开始放眼全球，而不仅仅是把目光集中在欧洲大陆。下一个继续，我们有2个选择：
我们选择接受英国海军支配。我们需要盟友来对抗共产主义，而英国是一个主要的选择。为了改善关系，我们将通过接受英军海军支配，并放弃任何的海军建设，来减轻他们的担忧。下一个国策，我们选择加强中德关系。中国一直是我们的长期盟友，尽管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加入了协约国，但许多人认为中国政府在当时很可能加入我们一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现在已经结束，我们应该重视与他们的关系，并努力加强两国之间的纽带。到了1938年5月29日，我们收到消息，中国接受贸易提议。中国的领导人已经接受了我们提出的协议，我们曾经与他们达成过十分有利的贸易协议。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这将继续为我们带来巨大的收益。太好了！接下来继续选择派遣军事援助。我们的中国盟友被敌人包围，多国试图威胁他们的存在，我们必须向他们输送弹药和设备，以便他们能够保卫边疆，并在未来几年对我们有所帮助。下一个，我们继续选择远东军团。许多德国人渴望冒险，并希望为伟大的事业而战，因此我们应该成立一支德意志远东军团，前去帮助我们的中国朋友参与他们的战争。下一个，继续选择工业投资。中国工业非常不发达，缺乏成为大国所需要的工业能力。我们应该向他们派遣工程师，帮助他们实现工业化，并资助新兴的中国公司，帮助他们实现工业发展。下一个，继续选择启动中德联合项目研究。中国拥有许多宝贵的知识，而我们也掌握着许多对他们有用的知识，因此我们应该努力成立一个联合研发团队，共同促进两国的进步。之前我们成立了德意志远东军团，但是当时的德军仍然没有准备好。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发展，虽然德军仍然没有完全从内战中恢复过来，但是我们派遣的8个志愿师已经到达了上海。不仅仅是陆军，我们也派遣了德国空军援华志愿队。相信这些力量一定会对我们的盟友有所帮助的。随着我们完成了中德合作的一系列国策，现在是时候继续选择现实政治了。现在是时候让我们向外看看欧洲其他国家，看看风向如何了。如果有结盟或征服的机会，我们就必须立刻抓住他们。在完成了现实政治的国策之后，我们有2个选择。我们选择关注东线战场。我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行动对许多人来说仍然记忆犹新。我们必须重新集中大陆的恐惧，也就是东方的苏联，让整个大陆清醒过来。下一个国策，我们选择保护波兰。波兰人很容易受到来自东方的攻击，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他们，以便我们和苏联之间有一个缓冲国存在。下一个国策，我们选择禁止政治制服。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准军事组织和政治团体在我们的街道上公开进行斗争。为了确保未来的稳定，我们应该禁止这些政治派别活动。现在是时候继续选择拥抱自由主义倾向了。在我们的皇帝陛下无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做一些政治家所能做到的事情时，保守主义就被证明是过时的了。我们应该始终向前看，为更美好的明天而奋斗。满洲国公使对我国顾问团正驻扎在敌国境内一事向我国政府提出了强烈外交抗议，他们要求我们立即将军事顾问团从涉事国家召回。将本国顾问派往何处是我们的自由，并且我可以承诺，德意志远东军团马上就会抵达长春的。在我们拥抱自由主义倾向的国策完成后，国旗就变了，看起来有点像丹麦啊。不管了，我们继续选择加强福利国家。我们国家作为一个福利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这是我们现在不打算改变的。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原则，尽我们所能，确保我们的人民过上好生活。下一个，继续选择民主盾牌。世界各地的民主都面临着危险，一如我国的过往。我们知道威权主义、极权主义、民粹主义的恐怖，必须确保其他国家的人民不必经历我们曾经经历过的痛苦。到了1939年11月10日，远东军团现在已经正式荣归故里了。可惜的是，现在满洲国公使再也无法向我国递交外交抗议了。几天之后，我们也完成了民主盾牌。那么时间已经到了1939年11月19日，
英国加强了国王权力，导致英国的殖民地纷纷脱离了英国。其他的国家目前情况看起来还好，苏联正在和芬兰进行战争。看了一下时间，感觉今天这集也差不多了。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不妨点个赞啊，再订个阅啊，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我最新的视频影片啦。那么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里啦，大家再见。